就在张二毛一时间陷入无助的时候，周良运一天赚了2000万的消息已经在古玩街不胫而走。虽说他已经威胁过陈宇飞不要乱说话，但关键周良运的店面一大早来了几十号顾客的消息，整个古玩街早就已经知道了。所有人都在好奇，周良运昨天刚刚打了眼，今天又弄了几十号人过来买东西，葫芦里到底是在卖什么药？而那些因为没有买到铜佛的各路藏家出来之后，不少好事的人已经找机会上前套近乎去询问缘由了。这些人也没有藏着掖着，直接把大概情况说了一下。刚听说这帮人拿了2000万，连夜赶过来抢周良运昨天打眼收到的假货，还他妈没抢到的时候，整个金陵古玩街的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于是大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。所有人的心情几乎都是羡慕嫉妒恨，许多人甚至都不由自主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出感慨。肖长坤的朋友圈里很多做古玩的，几乎每个人都发了朋友圈来感叹周良运一夜赚到2000万的传奇操作。而此时此刻，肖长坤翘着二郎腿喝着香槟，只顾着用手机不断查看迪拜哪里好玩哪里好逛，根本就没有去看自己的朋友圈里那些爆炸性的内容。而一旁的马兰很快便立功了，他也点了一杯香槟，搭配着头等舱里的环境，拍了一张自拍，附上了一段文字，内容是和老公一起飞去迪拜度假。不过阿联酋航空这个头等舱确实是要给一个差评的，环境和条件比私人飞机差太远了。发了朋友圈的马兰便没有了研究迪拜的心思，不停地刷着朋友圈，等待着别人的点赞和评论。结果一个点赞和一条评论都没等来，却让他刷到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内容。那条朋友圈是一个开 SPA 按摩馆的老板娘发的，内容是：听说对面古玩街有个家伙，昨晚上花30万买个古董，过了一晚上就转手卖了2000万。我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好运气？接好运，接暴富。除了这条文字，配图还是一个五路财神爷的图片。马兰看了，顿时忍不住对肖长坤感慨：哎呦老公，我朋友圈里有人说，就你经常去那个古玩街，昨天有个家伙花30万买个古董，一转手就卖了2000万。你也经常捡漏，什么时候能捡个这么大的漏回来？肖长坤撇撇嘴，吹吧就，都他妈什么年代了，还能捡到这样的漏？那也就骗骗你们这种不懂行的外行人。我们行内人听到这种话，完全就当放屁。马兰点点头，笑道：好像是有点不太靠谱。30万变2000万，电视剧也不敢这么拍。说完，他忽然看到刚才发朋友圈的那位老板娘，自己在自己的朋友圈下面又追加了一条对所有人可见的评论。评论的内容是：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家人们，你们不用怀疑。那个收古董的老板昨天晚上还被整个古玩街的同行嘲笑，都说他让人骗了30万买了个假货，结果人家今天就把东西卖掉了。我刚才专门问了我在古玩街开店的朋友，人家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儿，好像是有人拿那个东西当明朝的假货骗那个老板，没想到那东西是个宋朝的真货。这种事我活40多年听都没听过，今天是开了眼了。马兰看到这条追加的评论，赶紧又对肖长坤说道：哎老公，这事儿好像不是编的，人家说了，是有人拿了个东西冒充是明朝的，30万卖给那个老板了，但其实那东西是个宋朝的，然后那个老板今天一早就给卖掉了。肖长坤听到这里，整个人瞬时间仿佛掉进了一个黑洞，所有的意识瞬间被抽了个一干二净，手里的香槟也不知觉间滑落，弄了自己一裤裆。马兰赶紧拿擦手的毛巾替他擦裤子，口中说道：老公，你怎么还把裤子弄湿了？说完，见肖长坤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如被抽了魂一般愣在那里，连忙晃了晃他的肩膀：老公，你犯什么傻呢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肖长坤瞬时间回过神来，眼睛在这一刻忽然变得血红，他忽然站起身来，目眦欲裂地脱口吼道：
我操，老子的2000万！开门，快给我开门！我要下飞机！整个头等舱里的旅客和空乘都被肖长坤忽然的一嗓子惊住了。马兰也一头雾水，连忙追问：老公，你说什么？你的2000万？啥意思啊？肖长坤迈步就要走出自己的隔间，口中急不可耐地说道：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赶紧下飞机，去把2000万追回来。空姐这时候连忙走到跟前，开口说道：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已经关闭舱门，飞机即将推出，还请您抓紧时间回到座位上坐好，并扣好安全带。肖长坤已经红了眼，急得跳着脚道：推什么出？给我推过去，我要下飞机。空姐解释道：先生，飞机推出，没有突发事件，我们是不能返回的，还请您坐回到座位上，不要干扰机上秩序。肖长坤气恼地骂道：狗屁秩序，老子2000万丢了，必须得去追回来，你不给我开门，那我的损失你赔得起吗？空姐认真道：先生，如果你有急事的话，可以在我们抵达迪拜之后预定最快的航班返回来，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机舱门关闭之后没有紧急突发事件是绝对不能返回开门的。肖长坤气急败坏地骂道：什么狗屁规章制度？你现在不是还没推出呢吗？你把门给我打开一下，怎么了？空姐无奈，只好解释道：先生，门已经关闭，廊桥已经撤离了，没有足够的理由，我们也没法重新让廊桥对接，还请您见谅。肖长坤愤怒地说道：我没法见谅，我现在就要下飞机，立刻马上下飞机。客舱里一位中年男子看不过去，开口说道：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人家空姐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不能开门就是不能开门，知道吗？马兰一见有人敢对自己老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指着他骂道：谁裤裆拉链没拉，把你给露出来了？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对着我老公指指点点，信不信我把你脸给抓烂？那中年男子愤愤不平地说道：我也是这架飞机上的乘客，你们扰乱这架飞机的秩序，就是在影响我的旅途体验，威胁我的航空安全，我凭什么不能对他的错误行为提出指责？肖长坤目眦欲裂，咬牙质问：我的2000万要是追不回来，你赔给我吗？那人无奈：你这是不讲道理啊，我说的是你不能扰乱航空秩序，至于你是2000万还是2000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肖长坤怒骂道：你不能赔给我，就不要在那屁话连篇，我现在就一个诉求，立刻开门让我下去。马兰也回过神来，赶紧问肖长坤：老公，我朋友圈里说的那个东西，该不会就是你昨天卖出去的吧？肖长坤眼泪都下来了，咬着牙点头道：是啊，是我卖出去的，所以我说什么也得去把它要回来。马兰一听这话，顿时也急了，这可是整整2000万，要是算上利息，哪怕是一天花1万都能花个7、8年，哪能说没就这么没了？于是他也朝着那空姐吼道：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赶紧把门打开啊！空姐一下子有些应对不及，好在这时候从经济舱走过来一名身穿白衬衣、黑西裤的年轻男子，那人走过来便对着肖长坤和马兰说道：两位，我是这架飞机的安全员，我现在郑重警告你们2位，不要再闹下去了，否则的话，后果非常严重。马兰也不知安全员是干嘛的，见他说话是警告的语气，立刻训斥道：跟谁俩呢？我问你跟谁俩呢？你就是这么对待尊贵的头等舱客人的吗？那年轻男子正色道：我的工作职责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安全，如果2位继续这么闹事的话，那我就要联系地面采取措施了。马兰撇嘴道：那你赶紧采取措施，打开门，让外面的人把我们带下去。你要是不让人把我们带下去，我们就自己开门下去了。那年轻男子开口道：女士，威胁飞行器的航空安全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劝你冷静一下。马兰气愤地质问：没听见我老公说的吗？2000万没了你负责，你付得起吗？赶紧麻溜的把门给我打开。
萧长坤也附和道：“就是，这可是2000万，你负得起责吗？”年轻男子反问：“如果我联系地面，机场公安会以威胁航空器安全把你们行政拘留，你们觉得你们负得起责吗？”萧长坤啐了一声：“呸，还他妈拘留老子！老子上飞机是因为老子花钱买了票，老子下飞机是因为老子现在不想坐了，你凭什么拘留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给我开门，我就自己拉那个滑梯滑下去。”年轻男子不想继续跟他胡搅蛮缠，便冷声道：“先生，10秒钟之内，如果你还不坐回到您的座位上，继续这样大吼大叫的话，那我就立刻联系地面，到时候您可以如愿以偿的下去，但是你面临的处罚不是行政处罚，而是行政拘留。如果您今天敢拉开应急滑梯下去的话，极有可能以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被刑事拘留，到时候可是要面临公诉的。”萧长坤一脸的不屑，公然叫嚣道：“你有本事现在就拘我！”皱一皱眉头：“我是你孙子？”马兰一听要拘留，嚣张的气焰立刻便消失不见，紧接着清醒重新占领智商高地。他悄悄拉了拉身边萧长坤的衣袖，紧张地说道：“算了，老公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可是要拘留的啊。”萧长坤鄙夷地说道：“他要真有本事他就拘。”马兰赶紧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老公，你信我一句，那里面的日子你受不了的，我更受不了。你想想我在里面遭了多少罪，要我说咱俩还是别闹了，先去迪拜再说吧，不行到那就赶紧回来，也就1天的事儿，总比进去待个10几天强吧。”